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个洗衣机控制面板现在是插电没反应，启动，我们看没有反应。下面我们就修这个控制面板。这是一个美的的洗衣机电脑主板，这个是低压电源的公频变压器，这一端是7805，这个是7812，这端是两个可控规，应该是控制电机的，这有两个插座。这还一个继电器，应该是控制电磁阀之类的。这边也有插座。总之它是一些开关和传感器输入。现在呢，用户说这个7805发烫的厉害，把7805换了以后呢，还没有效果。这边是显示屏，还有一些指示灯按键，所以说看着是很复杂，其实要是化整为零的话还是很简单的。这个是启动按钮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后边，这边没有什么元件，这边有一个显示的芯片和一个 MCU， 这边应该是 UN2003 之类的驱动芯片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测量这个7805的后边，我们用2极管档测量。这个是7805，中间是接地，三角输出，一角输入。我们发现这个接地和三角已经短路了，我们按着这个铜箔片码过来以后，这有一个过桥线，这是通的，也就是输出端到这是通的。那么它接到了这个排线的四角，这个排线的四角过来以后，我们看，我们可以直接量这个位置，然后量它的四角，那么同样是通的。那么很显然这个位置对地也是短路的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因为这端是 MCU 比较重要的元件，那么我把这个板这个位置切开了，切开以后我再把这个铜箔片给它刮开，我发现这边是对地不短路的。那么这样就好多了，这样呢就比较容易修了。因为如果 MCU 短路，当然这样的芯片坏了我们还是比较容易更换的，但是这个 ROM MCU 如果坏了的话，这个板就怕修不上了。那么现在我把它切开以后，这边还是短路的，那么这边不短路，那么我们就放心了。下面我们把这个位置给它嘎开，然后我们把这边断开，如果还短路，那么问题就出现在这一部分。好，下面我们把这块嘎开，以后我们把这个铜箔片给它断开，这样对线路板的损害是很小的，我们只需要一个吸点就给它连接上了。好，嘎开以后我们再量，看还短不短路了。同样是短路的，那么证明这边的电路也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看这边肯定是不短路的，那么短路就在这边，这边没有几个元件，这边有一个电容，还有这个小电容，然后还有往这边几个电阻2极管，那么有可能是这个电容的问题，或者是这个电容的问题。那么我们把这个电容给它打开，我们先把这个7805给它卸开了。这个用户不知道换没换这个7805，也有可能这个7805是短路的。好，我们把这个7805给它卸下来。有的时候插别处，插来插去，如果是7805短路的话，我们就是白插了。我们先把它卸下来，如果还短路我们再插。我们看7805我卸下来了，它的三角和二角之间是有2极管压降的，但是不短路，这样恐怕也坏了。待一会儿我们可以试验一下。现在呢，它的输出端和地依然是短路的，那么我们把这个短路点给它插到，我们把这边的铜箔片嘎开了，还有这边的都嘎开了。那么现在故障呢缩小到这一个位置，这个电容可能性比较大，那么我们把这个电容给它焊下来。
好，我把板的这个位置给它嘎开了，我们可以放大看一下。对，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个有一个贴片电容，因为别处的连接线，也就是电阻啊，或者是过桥的线呢，我都用表测量过，都不短路。那么这个电容的嫌疑性非常大，那么我们把这个电容给它焊下来，看看是否猜对了。贴片电容是比较容易损坏的，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叠压的。居然猜错了，我们这个电容并没有短路，短路的位置依旧是短路的。那么我们把这个滤波电容给它卸下来吧。这个位置还有一个7805输出的滤波电容，这个滤波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小，一般滤波电容很少有击穿的。那么我们把它焊下来测量一下。是的，这次没有猜错，居然是这个滤波电容短路了。这个滤波电容外观上还没有问题，我们看470微法10伏耐压的。这样这个板我们把它换上应该就修好了。下面我把它复原。这里有一个470微法的电容，为了测量它，因为那个表容量太小了，我们请出这个前行表来测量一下。反应也太慢了，576微法，521。总之是偏大一点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现在7805后边对地已经不短路了，没有问题了。现在插电有显示了，报 F8， 应该是传感器没有插好。下面我把我打开的位置都上胶就行了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